我跟程安都是念过大学的人，我们是讲科学的，不搞这套封建迷信。没喜糖也敢往村里钻，柳家穷的叮当响，娶媳妇儿还想白进门。婶子，今儿是大喜的日子。大喜日子咋啦？大喜日子就不兴讲规矩啦？这帮人我一个不认识，但这副嘴脸我认识，欺软怕硬，专挑老实人下嘴。程安，他们谁呀？本家的婶子大娘，领头那个是我舞房上的二大娘，对门甜瓜嘴的小姑子。满堂，咱忍忍，今天大喜日子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忍忍，我嫁的就是这么个货色，脾性软的能拧出水，我就喜欢这样的，跟我互补。可互补归互补，今天我嫁人，不是我嫁罪。哟，这糖也太寒酸了，水果糖。人家别家新媳妇进门撒的都是大白兔。烟呐，就这破烟也好意思发？程安，你这媳妇娶的忒抠了，新媳妇不懂规矩。婶子们今天是给柳家面子才来拦门，懂不懂？该孝敬的得孝敬。婶子，今儿真是我大喜的日子，您几位高抬贵手，糖我再给您添，烟我这还有，您看这才2包。程安啊，你这就不地道了。你二大娘当年还抱过你呢。就是，抱那会儿你还光着屁股满院子跑呢，这点东西打发要饭的呢。新媳妇儿也懂事点儿，把你陪嫁的喜钱掏点出来，让婶子们沾沾喜庆。大伙儿沾了你的喜气，往后保你跟程安和和美美，多子多福。瞧瞧，看不上我的糖，撒地上了还巴巴去捡，跟哈巴狗见了肉包子似的，丢不丢人？你这新媳妇怎么跟长辈说话呢？没规矩的东西！就是，我们都是看着程安长大的，今天来给他撑场面，你敢这么跟长辈讲话？程安，你管管你媳妇儿，头一天进门就这么横，往后还了得？满堂别说了，二大娘你也少说两句，今儿喜庆日子。长辈？哪门子长辈？看着我老公长大，看了20多年，看着他被人欺负也看了20多年吧。长辈是这么当的。我们咋欺负他了？我们这是疼他。疼他？拦门讨喜，讨的是个吉利彩头。你们这是讨吉利吗？这是借着长辈的名头，明着抢。要东西就直说要东西，阴阳怪气，嚼什么舌根？都给我让开！今天我把话撂这儿，我性子直，惹了我可不管你是谁的婶子谁的娘。来之前没打听打听我娘家是干什么的。他娘家是哪家的闺女来着？程安他媳妇儿好像是石碾村那边的。石碾村哪家？石碾村江家的，我爷爷江山海。江老爷子家。我爷爷年轻时候是干啥的？你们这把年纪的不会没听过吧？石碾村江家的名头在这一片乡里村间是能值小儿夜皮的。江老爷子当年走镖护商，后来日本人来了，他拉着一帮人下来打鬼子。他腰上别了几10年的那把单刀，村里最凶的大狼狗见了他都得绕着走。我是江老爷子孙辈里头唯一的女娃，惹了我，他们回去自己掂量掂量，自家男人扛不扛揍。哎呀，早说是江家的闺女啊，那都是自家人。哎，这糖我们不要了，不要了，程安你拿着。是，婶子跟你逗着玩呢，逗着玩的。不必了，糖既然撒了，就是孝敬各位长辈的，捡都捡了，还回来干啥？留着吧。程安，上来。满堂，你刚才太厉害了，我活了26年，头一回看见有人敢这么跟二大娘说话。
那他们要是回去说咱坏话咋办？厉害啥？我嫁的是你，又不是来给你们柳家当受气包的。说就说呗，嘴长在他们身上，咱又没做亏心事儿，怕啥？这柳家祖坟冒青烟了，娶了个煞星回来。煞星就煞星吧，这个窝囊了几十年的柳家，今天起要换个活法了。傻笑啥？没出息的样。满堂，进屋进屋，咱爸咱妈在堂屋等着拜堂呢。新媳妇跨坛盆，去晦气，保平安，不跨不准进门。我不认识这老头。这是出了五福的一个远房，论起来得叫一声叔爷爷，叫刘满仓。他平时不来咱家的，就是村里谁家办事儿，他爱出来端个规矩，刷个存在。他在村里没啥本事，就靠着辈分大，懂老规矩，混点脸面。满仓叔，这都新社会了，孩子们念过书不兴这个了。您看，您先把盆挪挪。什么兴不兴？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，进门就得跨炭盆儿，不跨就是不吉利，就是对婆家不敬。满仓叔，您消消气儿，要不咱意思意思，让孩子绕一下走。绕过去那叫躲晦气，越躲越晦气。我跟你说，新媳妇进门不跨炭盆，往后家宅不宁，出了事儿可别怪我没提醒。满仓爷这人就这样，认死理，就是走个形式嘛。新媳妇忍忍跨过去得了。不跨对新郎家不好啊，新娘子要懂规矩呢。我们那会儿进门，火盆、炭盆和麻袋一样不能少呢。嘿嘿，先迈左脚，跨的时候得说一句晦气去，福气来。我跟程安都是念过大学的人，我们是讲科学的，不搞这套封建迷信。什么跨炭盆去晦气？你要真觉得身上有晦气，自己端回家，跨个够。你这是要烧了房子啊？烧不了，地上是土，您放心。倒是这盆炭，您要心疼，我陪您。大概他们这辈子没见过哪个新媳妇进门头一脚就这么横的。叔爷爷，我媳妇儿说的对，我们家不兴这个。您这炭盆，我让我爸给您送回去。不必了，我自个儿走。这门我刘满仓往后再不进。哎，叔爷爷您慢走。我后来才咂摸出来，我踹翻的不只是一盆炭，是他在这村里几十年攒去的唯一的那点脸面。现在年轻人不像话，窝囊是窝囊了点儿，关键时候他还是能站到我这边的。满堂，难为你了。进门头一天就替这个家撑场面，你别嫌咱家这些亲戚。妈，这叫啥撑场面？以后这种事儿有的是。您往后呀，不用替我担心，您该担心的是他们。他大概自己都没意识到，这是他今天笑得最舒展的一回。满堂，我想跟你说个事。说。我知道我窝囊。我们柳家从我太爷爷那辈起就窝囊，村里分东西，我们家永远是最后一个知道的，分的也是最次的。我太奶奶、我奶奶、我妈，3代媳妇都是受气受过来的。我打小就看着我妈在灶台前抹眼泪，我也想硬气，可我一张嘴就怵，一跟人对上就腿软，我自己都瞧不起我自己。那你今天怎么敢顶撞那个叔爷爷？因为你站我前头了，你站我前头，我就不怵了。满长，
是你先看上我的，我知道，可我心里头是真高兴。我就盼着能有个像你这样的人，替我们柳家撑起一片天。我心里头某个地方软了一下，可我没让它露出来。傻话，什么叫替你们柳家撑？我嫁进来就是柳家人。这天咱俩一块儿撑，我撑前头，你得给我撑后头，光指望我一个那不行。我撑，往后我跟你一块儿撑。那一夜，红蜡烛烧到了天明。后来婆婆悄悄跟我说起那刘满仓回去的光景，听说他回去气得灌了半斤白酒，把家里摔了个底朝天，骂了你一整宿。第二天倒消停了，他老婆劝他说：“这媳妇儿娘家可不好惹，真把10年村江家招来了，吃不了兜着走。”从那天起，柳家那些出了5行没出5行的亲戚，再没人敢当着我的面摆长辈的谱。妈，刚才叹什么气？没叹气，我没针对你，你可别往心里去。我就是想着今儿做点啥饭。妈，你有话直说，我没那么小心眼儿。咱昨晚不是说好了吗？往后咱一块儿撑这个家。是对面的钱寡嘴。去年开春他不知怎么迷上了腌酱菜，缸越腌越多。一开始就1、2口，我寻思都是邻居，行个方便。结果那缸越堆越多，一直堆到了咱大门口，门都快推不开了。今早我开门，门只推开一半就被缸顶住了，我侧着身子才挤出去，差点把腰给闪了。你没找他说？找了，求了3回。头一回他说等这缸腌好就搬，等腌好了，他说又起了一缸，等这缸好了一块儿搬。第2回说等秋收忙完，秋收完了，他说哪有空，等闲下来。第3回他干脆连门都不给我开了，隔着窗户嚷知道了知道了，转脸照堆不误。昨儿你跟程安成亲，人来人往的，他怕缸被砸了，倒是搬走了，结果今儿一早又给搬回来了。哼，你公公去年冬天黑灯瞎火出门，被那缸绊了一跤，膝盖磕在缸沿上，青了一大片，1个多月才消。我跟他说了，你猜他回我啥？他说那你自己走路看着点儿呗。这钱寡嘴，他在村里是不是也没啥根基？你咋知道？她也是个苦命人，早年嫁过来，婆婆厉害，把她搓磨得不轻，听说连月子都没做好。后来婆婆没了，男人又是个闷葫芦，她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专爱占人便宜，谁软她欺负谁。老实人瞬间肩罩上一层害霜。哼，被欺负过的人转头去欺负更软的人，这种事儿我见得多了。可见得多不代表就该惯着。妈，这事儿交给我，他占了咱家的道，咱就得让他明白，便宜不是这么占的。哟，这不是程安新媳妇儿吗？听说你昨儿可威风了，把满仓爷的炭盆都给踹了。钱婶子起得早啊，那点小事不值一提。我瞧您这酱菜腌的是真不赖，看着就有食欲。嗨，你要爱吃，自个儿捞。我这手艺，全村数1数2。哎呀，钱婶子真是热心肠，腌了酱菜还让我想吃就捞，这心也太大方了。哟，钱嫂子这是腌了多少啊？这么大方！钱嫂子人就是仗义，那我们也来捞点尝尝。你们尽管吃，我腌的多，这好几大缸呢，够你们吃的。他那眼色像是在说别上当，他那是客套。谢谢钱婶子，婶子大气，那我可就不跟您客气了。各位也都听见了啊，是钱婶子说的，想吃就捞。还真是一家子窝囊废，给根杆子就往上爬，真当自己是个东西了，还想吃我酱菜？美的你捞，我看你敢捞一根试试。算了算了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他那张嘴就那样，没把门的，咱忍忍。妈，昨晚怎么教你的？
咱不忍。他不是说让咱想吃就捞吗？那咱就吃。满堂，这样不好吧？他那就是句客套话，哪能真这么捞？万一他翻脸……妈，捞就完了，有啥不好的？是他让我想吃就捞的。他自个儿说的，尽管吃，腌得多。满胡同的人都听见了。他要翻脸，那就是他自己打自己的脸。我这是给他长脸呢。我不吃，倒显得我不领情。爸，您也吃，您这膝盖就是在他缸上磕的，这点酱菜全当利息了。别说，他这酱菜比他那张嘴强多了。爸，您这话在理，明儿我多捞点，拿回娘家去。我爷爷就好这一口。满堂，我跟你说，从小穷馋就钱婶家的酱菜，每回闻着味儿，我妈就把我往屋里拽，怕我馋。这下好了，馋了20些年，可算吃上了。贪吃鬼！谁捞我酱菜了？哪个丧了良心的把我酱菜偷了？我腌了大半个月呀，几十斤萝卜，几十斤豆角，全没了，这是要我的命啊！钱婶子，这是咋了？家里谁没了？怎么在胡同里就开始哭丧了？也不嫌晦气。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把我酱菜全捞走了？对，是我。不是你说我想吃就捞的吗？别说，你腌的还真好吃，我娘家人也都爱得很。我爷爷吃了，说你手艺好，让我谢谢你呢。哎，你看这缸都空了，你赶紧再腌点呗，腌好了我接着吃。我就是说着玩的，你怎么当真了？那是我家的酱菜，我留着过冬吃的，你还都给吃完了？我不管，你得赔钱，一缸赔我5块，7缸35块。钱婶子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我寻思你把缸放我家门口，就是让我们吃的呢。你不让吃，把缸堆我家门口干啥？挡路啊？头一样，你这缸堵我家门口2年，占我家的道，这租地钱1年算你2块，2年4块。第二样，我公公去年在你缸上摔的那一跤，清了1个多月，医药费、误工费，少说也得10块。第三样，你这酱水臭了我家半条胡同，这卫生费再算你5块，这么一算，是你该赔我19块。你那点酱菜撑死值10块，一来一回还是你欠我的。你胡搅蛮缠，哪有这么算账的？我胡搅蛮缠？我告诉你，我吃你点酱菜是给你脸了，别给脸不要脸。我嫁进这个家，现在就是我当家。对，我们家现在是我儿媳妇当家，她说了算，她说赔你就得赔。哎呦，我这膝盖一到阴天就疼。哎呀，欺负人啊！柳家娶了个母老虎啊，欺负我一个老婆子，大家快来看啊，新媳妇打人了！钱婶子，你这招不好使，你1没受伤，2没流血，我咋打你了？各位街坊都来评评理，前几天是不是钱婶子当着大伙儿的面亲口说让我想吃就捞？老周、李婶儿、赵大哥，你们都在场，可都听得真的。是有这么回事儿。钱嫂子是说了，让大伙儿尽管吃。那天我也在，钱嫂子嗓门可大了，说让程安媳妇尽管捞，腌得多，这话错不了。钱婶子，我劝你见好就收。你堵我家门2年，我吃你点酱菜，这账扯平了。你要再闹，我就去镇上调解中心告你占道，妨碍出行。你这些缸可都堆在公家的地段上，说破天去，你也不占理。再说了，我公公那一跤还没了结呢，你要不要把这事儿捅到镇上去，再闹大？你等着，我等着的。他不会真去镇上告咱们吧？告就告呗，咱占理。他要真去，丢人的是他。哪有占了人家2年的道，还有脸去告人的？妈，吃饭去，凉了就不脆了。
满堂，你今天那账算的，我服。我活这么大，头一次看见有人能把钱刮嘴，说的没话讲。他那点伎俩，无非就是仗着脸皮厚，嗓门大。对付这种人，你越退，他越近；你比他还横，他就蔫了。满堂，我觉着我太奶奶、我奶奶、我妈，要是早遇上你这样的，咱柳家也不至于窝囊这么多年。夜深了，柳承安睡熟了，我却没什么睡意。借着月光，我看了看自己这双手，想起白天算账时那一连串理直气壮的话。其实我也累，我从娘家嫁过来是奔着过日子来的，不是奔着天天跟人吵架来的。可这个家软了几十年，软到骨头里了，我要是也软，这一家子就真没人撑了。我也不是不怕得罪人，我是这个家不能再有人替我怕了。承安，满堂，不好了！你爸你妈在地里跟人打起来了，牵瓜嘴一家口全上了。满堂，是我没用，要是我能早点硬气起来，咱爸咱妈也不至于。少说话，登车，到了再说。柳家这回怕是要是吃大亏喽。钱家4口，老的少的都不是善茬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加快脚步往自留地跑。踩坏了我家的苗还不认账，今天不赔钱谁也别想走。我们真没踩，那苗本来就蔫的。放屁！我亲眼看见你们踩的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有话好好说。你们有啥事冲我来，别推我爸我妈。你别打我！你能打我老公，我就不能打你，以牙还牙，懂不懂？臭娘们儿，你敢动我媳妇儿？让你推我妈，让你打我媳妇儿，让你欺负我们柳家！承安，揍他，别手软！你别过去，你过去我跟你拼了！打人了！柳家人打人了，欺负人欺负到家了，我的儿啊！都给我住手！住手！村长，你得给我做主啊！你看看我家大通，胳膊都打断了，你看看二愣，脸都花了。柳家这新媳妇儿不是人啊，她拿扁担打人啊！扁担哪儿来的？是钱大头先抄起扁担打的我家承安。承安胳膊上的伤，村长您可以验。我不过是夺过来，照他打人的地方还了一下。村长心里大概有了数。我跟柳承安毕竟是正经吃公家饭的，闹大了对我们不好。承安媳妇儿，钱寡嘴家那几口酱菜缸的事儿，我也听说了。他占道堆缸，本来就不在理。这么着，我让他把缸从你家门口搬走，往后不许再堆。他家这回打人在先，也吃了亏，这事儿就翻篇了，谁也别再提，行不行？行，我们柳家不是不讲理的人。他搬了缸，往后好好做邻居，这事儿就算了。但他要再上门找茬，不会不会，我盯着他。记住了，往后离我们柳家远点儿。都怪我跟你爸没用，连累了你们俩。要是我们硬气点儿，今天也不至于承安这胳膊。妈，说啥呢？咱是一家人，他们欺负你们就是欺负我，这回他们吃了亏，往后就不敢了。满堂，今天我抱着老钱那会儿，我心里头不怕了。我活了50多岁，头一次不怕。爸，那是因为您身边有人跟您一块扛了。满堂，这是承安他奶奶留下的，这顶针是他做了一辈子针线磨成这样的。这件袄是我年轻时候娘家给我陪嫁的料子，自个儿一针一线做的，做好了却一回都没敢穿。为啥不穿？这料子太鲜亮了，
怕婆家的人说她不懂规矩，爱显摆，她就一直压在箱底，压了一辈子，到死都没舍得穿一回。临走前，她把这包袱塞给我，跟我说：“桂枝啊，咱柳家的女人，命就是这样，认了吧。”我也认了几十年了，可前几天看你踹那炭盆，看你跟钱寡嘴算账，我心里头就一个念头：你奶奶当年要是也能这么硬一回，该多好！她肯定也想过，想穿这件袄，想跟那些欺负她的人硬一回，可她到死都没敢。妈，这个您收好，等以后日子顺当了，咱挑个好日子，把这件袄给奶奶供上，烧给她，告诉她，柳家的女人往后不认这个命了。村里人都知道了，柳家如今是我当家，最明显的是分东西。程安媳妇在家不？村里分麦种呢，给你家留着好的，你赶紧来领啊！头一波就来叫你了。嫂子，这就不必了，该多少是多少，按人口分，给我们家分到哪份是哪份。我们柳家不吃亏，也不见便宜。您要是单给我们留好的，倒显得我们仗势欺人了，传出去不好听。哎呦，你这媳妇儿敞亮。满堂，你这话说的，妈心里头亮堂。从前咱受人欺负，是因为咱软，可咱也不能反过来去欺负人。这个理，妈活了大半辈子，今天才算想明白。妈，您本来就明白，您就是不敢说出来罢了。程安媳妇儿，那个我家那点柴被钱寡嘴占了块位置堆着，堆了大半年了，我想让他挪挪，又不敢开口，你看我该咋说？吴叔，您不用学我，您就直接跟他说，这是公家的道，您堆这儿挡着大伙走路了，3天之内麻烦挪走，要不我去找村长。说完您就走，别等他回话。这能行？行，您要是怕，我陪您去说一回，但就一回，往后您得自己硬气。这世道欺负人的都是欺软怕硬，您软他就硬，您硬他就软。我自己去。第二天他还真自己去了。我隔着墙听见他结结巴巴的把那番话说了一遍。钱寡嘴喜先还想撒泼，可一听找村长，又想起自家刚吃过的亏，到底没敢闹，悻悻的把柴挪了。吴老蔫儿回来，路过柳家门口，冲我比了个大拇指，那腰杆挺得笔直。二叔，上回那50您还没还呢，这100我不能借。不是我不近人情，我跟满堂刚成家，处处要花钱。您要是真急用，把上回那50先还了，咱再说这回的事儿。满强，这回我没等你出手。我嫁进柳家，要撑起的不是一时一世，是要让这一家子窝囊惯了的人自己长出骨头来。我不可能事事都替他们出头一辈子。信用社发的比供销社买的好太多了，你留着带回娘家孝敬爷爷，让你爸去供销社买几封散装的就行。妈，咱自家发的好月饼，干啥不自己吃？自家吃的哪能比不上孝敬长辈、走亲戚的脸面重要？带散装的去，意思到了就行，那些亲戚也不会细看。刘满仓为啥还要请咱吃席？他不是恨咱恨得牙痒痒吗？他越恨越要请，请了咱去，当着满族人的面儿，把咱当劳力使唤，让咱在大伙儿跟前没脸，这才是他报复咱的法子。他在村里没别的本事，就靠这点拿捏人。我倒要看看他这点拿捏人的本事到底有几斤几两。哎呀，这就是程安媳妇儿吧？长得俊，身子骨也结实，一看就是个能干活的，手上有劲儿。听说前几天还抢了人家钱大头的扁担，能干。来，女人们都在后院忙呢，你去灶上搭把手。新媳妇儿头一年过节得多干活，大家才能认你这个人。哎，女人干活你凑啥热闹？大老爷们儿去那边劈柴去。你去烧火，火别太大也别太小。你婆婆在炒菜，你给她搭把手，手脚麻利点啊，大伙儿都等着开饭呢。妈，你手咋了？你手咋了？烫着了？没事没事，溅了点油，不疼。你咋进来了？出去，这里油烟大，别熏着你衣裳。
他们都有别的事儿忙着呢。你也出去，这儿呛得很，我还有几个菜就炒完了。程安，你那柴劈太粗了，不好烧，再劈细点儿。老柳啊，你那柴火劈歪了，使的劲儿不对，该这么使。哎，对喽，搬啥搬？那是他们柳家该干的活，你掺和啥？妈，这么多年你们来复习，都是这么过的。早些年你奶奶在的时候是我俩做饭，你太奶奶在的时候是你太奶奶跟你奶奶做，前几年你奶奶没了，就我自个儿做了。都是亲戚，人家好心请咱来过节，做顿饭，没啥的。再说咱家人少，人家肯请咱来，是看得起咱，多干点活也应该的，不能白吃人家的。这一大家子的热闹里，从来就没有柳家的份。柳家不是来过节的，柳家是来当差的。你是不是都柳妈没出息？妈，你是不是觉得不委出息吗？可是我不知道咋拒绝呀。我嫁进柳家这么多年，一直是这么过来的，都习惯了。你太奶奶是这么过的，你奶奶是这么过的，到我也是这么过的。你爸那人你也知道，他自个儿就窝囊，更不会替我说一句。你奶奶在的时候还能跟我说说话，婆媳俩在这灶间一边做饭一边掉眼泪。他走了，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了。你前几天给我看的那件红袄，那只顶针，你奶奶一辈子就那么压着箱底儿，到死没敢硬一回。我也一样，我也想过，凭啥呀？我嫁的是柳家的人，又不是来给他们当丫鬟的。每回在这灶间忙得腰都直不起来，听着外头有说有笑，我心里头跟刀割似的。可每回想张嘴，一掀帘子，一看人家那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的，我那话就咽回去了。我怕呀，我怕我一说，往后人家就不叫咱了。你爸这人虽窝囊，可他心里头是真想跟亲戚走动的。他小时候那个亲兄弟饿死了，他心里头一直空落落的，就盼着有个兄弟，有个热闹的家。我要是把这关系闹崩了，你爸该多难过。我宁可自己多受点累，也不想让他难过。这就是柳家三代媳妇儿，太奶奶、奶奶、婆婆，一个赛一个的温柔，一个赛一个的能忍。那只磨亮的顶针，那件没敢穿的红袄，就是他们一辈子的写照。妈，你跟我说，你想不想替你自己，也替奶奶、替太奶奶硬一回？程安媳妇儿，菜炒完了，赶紧进去帮忙啊！大伙儿都等着开饭呢，肚子都饿扁喽。程安媳妇儿，你不去给你婆婆帮忙，跑这儿来干啥？你婆婆一个人得做到啥时候才能开饭？我们都饿了，你瞅瞅都几点了，日头都偏西了，大伙儿还等着呢。就是，年想要周立的，放捎个礼来。就是，年轻人就得多干点活。你瞅你婆婆多辛苦，你也不知道心疼心疼。现在的新媳妇儿跟我们那会儿不一样喽。我们那会儿进了门就得抢着干活，不然婆家要甩脸子的。哼，也就柳家人脾气好，换别家早撵人了。哎，听说这媳妇儿娘家厉害，再厉害，到了婆家这边也得守婆家的规矩，不是？我刚才数了数，今儿这桌上的菜，红烧肉、糖醋鱼、炒鸡块、豆腐丸子，一共7个菜，全是我婆婆一个人炒的。这肉、这鱼、这鸡是我公公一大早去供销社买好，骑车拎过来的。这灶里烧的柴是我公公和我老公劈的，菜是我家带来的，饭要我家做，柴也要我家砍。怎么，各位是想弥补新社会没了地主的空缺？你这话啥意思？大家亲戚一场，叫你们来过节是看得起你们。你一个刚进门的媳妇，就这么跟长辈说话，没大没小。今儿这顿饭都别吃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是要……
我脾气不好，摔了我家拿来的肉和菜，糟蹋了我婆婆亲手做的饭。至于那些摔碎的碗筷，我家这2年逢年过节拿来的肉菜也够抵了。怎么，谁有意见？憋着，不服去镇上调解中心找我。好，我儿媳妇说的对，这些年我们柳家是给你们当差的，不是来过节的。我看明白了，你一个外姓人嫁进来才几天，就敢掀我的桌子，反了天了！我刘满仓在这村里是有头有脸的人，今天就让你这小辈儿给作践了。哦，不听你的当苦工就是反了天？怎么，你是天吗？你看看你娶的这媳妇儿，这是对长辈该有的态度。你们柳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。承安，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个交代，往后这亲戚就别认了。舒爷爷，头一样，你又不是我媳妇儿的长辈，论起来，我都该叫你舒爷爷，你哪轮得着教训我媳妇儿？第二样，我媳妇哪句话说错了？你们不就是把我们一家当劳力使吗？我妈在灶金忙活了一下午，手都烫了，你们家一个搭把手的人都没有。劈柴是我跟我爸劈的，我这胳膊上的伤还没好呢。菜和肉是我爸天没亮就去供销社买的。你们做了啥？就是坐着嗑瓜子，等着开饭。我们柳家的人是窝囊，从我太爷爷那辈就窝囊，可窝囊不是傻，我又不傻。谁对我好，谁拿我们当牲口使，我心里有数。从前你们说啥我们都听着，是因为我们觉着亲戚之间不必计较那么多。可今儿我媳妇儿说的对，我们不计较，你们就当我们好欺负，那不行。我坚决拥护我媳妇儿的正确领导，从今往后，她指哪儿我打哪儿。好老公，我心里那叫一个美，恨不得当场亲一口。回家。这个是我们自己带来的，我带走了啊。中秋节嘛，自家的月饼自家吃。嘿嘿，满仓，月饼我抢回来了。就你机灵，那些声音再也压不住我们一家4口走出院门时那一身的轻快。因为家里没备下吃食，我决定直接回娘家。走，回娘家。今儿中秋，咱去石碾村跟我爷爷奶奶一块儿过。笑啥呢？我笑那糖醋鱼，那鱼头正好滚到满藏叔脚边，那鱼眼睛瞪得丢圆，跟瞪着他似的。老头子，你孙女回来了，还带着一家子呢。进来，进来，这就是承安他爸妈吧？快进来，都还没吃饭吧？老大家的、老二家的，多弄几个菜，把那坛老酒也抱出来。亲家母别怕，他们长得凶，其实都是好脾气，就是年轻时跟着他爹上山下河打猎打惯了，看着唬人。来来来，屋里坐。亲家，车给我，我给你支上。不用，我自个儿来。再后来，日本人来了，我把寨子里的弟兄集合起来，往桌上一拍，咱们虽是绿林，可也是顶天立地的中国人，不能让小鬼子在咱地盘上撒野。这道是子弹擦的，这道是跟一个鬼子军官拼刺刀拼的。那小子刀快，我比他更狠，后来他就没后来了。那姑娘就是你奶奶，后来就跟了我。老不正经，又编排我。哈哈，哪是编排，那是咱俩的姻缘。亲家，您真是英雄，真英雄啊！难怪满堂这孩子胆子大，有您这样的爷爷，能不出息吗？亲家，你这人我看着实在，往后啊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谁要敢欺负你们柳家，你跟我说。我老头子虽然年纪大了，这把刀还没钝。老柳，往后我这几个不成器的儿子就是你弟弟。哈哈，你要嫌少，把我也算上一个。江家海奈，哎呀，听说你奶奶问了咱柳家那件红袄的事儿，听完
他拍着我的手说：“傻妹子，往后那袄你想穿就穿，谁敢说一句，让满堂他爷爷去会会他。”承安啊，你这小子瘦是瘦了点，骨架不错，男人嘛，不能光会讲道理，关键时候得动得了手。改天爷爷教你2招，下个周末再来，我把那把军刀拿出来给你爸开开眼。拿着，我跟你学了那钱寡嘴的腌法，自个儿改良了，比他那还脆。往后想吃酱菜，自家腌，别去捞人家的了，传出去不好听。满堂，你爷爷是真英雄啊，比咱柳湾村那些人强了不知多少倍，难怪你胆子大，有这样的爷爷带大，你能窝囊才怪。就是，虎父无犬孙，亲家说的对，男人不能光会讲道理。今儿在满仓叔家那事儿，我跟你妈想了多少年，憋了多少年都没敢做的事儿，你说做就做了。满堂啊，往后不管啥事儿，我们都听你的。你指东，我们绝不往西；你让打狗，我们绝不撵鸡。爸，也不用都听我的。今儿掀桌子是因为他们欺负人欺负到家了，咱柳家今后不欺负人，也不许人欺负。这个分寸，您和妈慢慢就拿捏住了。就像吴叔自己也敢硬气了，承安也敢自己回二堂叔了。我不可能事事替你们出头一辈子，这骨头啊，得你们自己长。满堂，我今天是不是特男人？今天的承安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有人呢。那回去再亲，回去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。承安媳妇儿，这碗酱菜你尝尝。钱婶子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有话直说。我也不是天生爱占人便宜，我刚嫁过来那会儿也是个老实人，我婆婆厉害，把我搓磨的连月子都没做囫囵。我男人是个闷葫芦，从不替我说一句话，我受了一肚子气，没处撒。后来我婆婆没了，我专挑软的捏。你婆婆软，你公公软，我就欺负惯了。那天打架，我家大头二愣都挨了揍，回去躺了好几天。我夜里睡不着，想了想，我这辈子被人欺负，又去欺负人，到头来落下个钱瓜嘴的名声，村里没一个人待见我，我图啥呀？这副模样倒让我想起婆婆，想起那件没敢穿的红袄，一样是被搓磨过来的女人，一个把委屈咽进了肚里，一个把委屈变成了刺，可说到底都是苦命人。这碗酱菜你收下，门口那几口空缸我昨儿都搬回去了，往后不堆了。我跟你赔个不是。钱婶子，刚搬走了，这事儿就算翻篇了，往后咱好好做邻居。你这酱菜手艺是真好，我也不瞒你，前阵子捞你那些，我娘家人都夸。夸啥呀？乡下人腌的上不了台面。哪里上不了台面？我奶奶还跟你学着腌了一坛呢。往后你要是腌多了吃不完，别堆门口招苍蝇了，挑到镇上集市去卖，准有人买。一缸卖出去，比烂在家里强。能卖出去？咋卖不出去？你这手艺比集上那些强多了。满堂，你这是把仇人变成邻居了。他就是个被欺负狠了又没人拉一把的苦命人，咱拉他一把，他就站起来了。咱要是一脚把他踩死，他爬起来还得去咬人。满堂啊，你这硬气不是斗狠的，你这是明事理的硬气。满堂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我寻思着钱婶子能挑酱菜上镇卖，咱信用社不是有那个扶持乡下小买卖的小额贷款吗？回头我帮他问问，他要是想多腌点做大点，能贷个本钱。哟，承安，你这脑子转得越来越快了。那是，跟着我媳妇儿能学不会精明吗？柳湾村东头柳长贵家刘老师来大队部领化肥喽，头一份给你留着好的。妈，喇叭叫咱呢，头一个
叫的是咱柳家。他活了大半辈子，柳家窝囊了几辈子。村里分东西，柳家的名字从来都是垫底的。他这辈子头一回从那只大喇叭里听见柳家的名字被排在了最前头。叫咱了，头一个叫的咱柳家。满堂，你听见没？头一个。听见了。那一刻，我心里头有个东西落了地。我嫁进柳家这半年多，踹过炭盆，捞过酱菜，抢过扁担，掀过桌子。可要说哪一刻最痛快，不是那些当面打脸的时候，而是此刻。一个窝囊了几辈子的家族，从被人踩在脚底上，到名字被排在最前头，靠的不是谁的拳头，是这一家子人自己挺直了的腰杆。娘，这件袄您做了一辈子没舍得穿，今儿最值替您穿上，给您看看。娘，您看见没？咱柳家不一样了。程安娶了个好媳妇儿，他带着咱柳家硬气起来了。村里分东西，头一个叫的是咱柳家。那些欺负过咱的人，再不敢了。您当年没敢硬的那口气，今儿都替您圆上了。您在底下安心吧。像是有个压抑了一辈子的女人，在底下终于舒展开了。妈，您带着这个干啥？我寻思着你奶奶的手艺不能断了，往后呀，我想给你、给程安、给将来的娃娃都做几身衣裳，做的料子我也要挑鲜亮的。谁要敢说一句，我就让满堂去会会他。妈，您这是学坏了。是你教的。村里人都说柳家娶了个厉害媳妇，把一个窝囊了几辈子的家族给盘活了。可我心里头明白，我盘活的不是柳家，是这一家子被欺负惯了，却又一个赛一个良善的人，自己挺直了脊梁。我不过是头一个站到他们前见，告诉他们，这天可以不必忍着。厉害怕啥？一个家总得有人厉害，良善的人更得有人替他们撑着腰，挺着脊梁。这个窝囊了大半辈子的柳家，打我进门那天踹翻那盆炭起，就再也不窝囊了。